兰妃德行不端，厌胜之术，祸乱护为，诅咒皇子，赐鹤顶红。姐姐，黄泉路上凉，妹妹就不送了。白英，我待你如同姐妹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就不怕我冤魂索命吗？哦，冤魂索命，我好害怕呀！兰妃，你谋害皇嗣，罪不可赦，你还不认罪？认罪？婉嫔身子孱弱，待下死与本宫何干？还轮不到你这个贱人污蔑！放肆！原来是你，是何人想陷害本宫？你以为是谁？是那个护着你的狗奴才魏青州吗？不会的，我明明看见他进了启祥宫。本宫确曾想拉拢这个狗奴才，没想到这个阉人骨头硬得很，本宫只能将他除之。但是没想到啊，你比本宫心还狠，先将他处死了。当年你毁坏本宫的礼服，若不是魏青州去启祥宫求你，哼，你觉得你这条命能到今天？哎呀，他当时挨了30大板，腿都折了，才留下你这条贱命。可奴才再忠心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会相信任何人。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。青州，你我主仆情谊，今日便断了吧。日主，青州不在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玉成燕，你受宠又如何？临死之前，却无一人忠心相伴。我浮沉后宫数载，可真是可怜呐！没想到只有你一人对我忠心。青州，我后悔了。若能重来一次，我定不负你。死丫头，你弄坏了荣贵妃的册封礼服，让你罚跪，还敢偷懒！徐嬷嬷，还有绣衣坊罚跪，我重生了。再不听话，我打死你！再让你偷懒，你个小贱蹄子！就打够了吗？好啊！你弄坏了荣贵妃的礼服，还敢跟我还手？谁呀？在御花园吵吵闹闹的。青州公公，魏青州，奴婢在教育奴才呢。
青州公公，你就是弄坏荣贵妃礼服的小宫女。抬起头来，让我好好瞧瞧。生了这副好皮囊，做个宫女确实可惜。生了这副好皮囊，做宫女确实可惜。青州公公，请您为我做主。平儿，你跟了洒家，洒家不会亏待你。不过日后得宠，必定是个祸害后宫的主。杖毙了吧。青州公公，松手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拦青州公公路？死丫头，你弄坏了荣贵妃的礼服，洒家就算有10个脑袋也保不住你。为什么他没有像前世一样救我？难道重生产生了变数？公公请留步，我知道是谁弄坏了礼服。死丫头！怎么冤枉？自己跟青州公公说去。白夜见过青州公公。他说是你弄坏了荣贵妃的礼服。玉姐姐，我和你情同姐妹，你为何要污蔑我？情同姐妹，是吗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荣贵妃礼服上的绣花是用云锦线绣成，这云锦线上可是用五彩的磷粉。我手上有磷粉，难道就是我弄坏的？礼服也是你在保管，你手上一定也有磷粉。徐嬷嬷，请检查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如此不懂宫中规矩，怪不得入宫4年还是初阶绣娘。你贵妃级以上，在册封之前需斋戒沐浴3日。明天就是册封大典，我代表绣衣房献上御品，自然也需斋戒沐浴3日。这礼服是今早弄坏的，不是你弄坏的，难道还是我？徐嬷嬷，您是宫中最德高望重的绣娘，以您的眼力，应该不难分辨出是谁毁坏的礼服吧？如果这还看不出，大可将绣衣房的绣女找来，让青州公公挨个检查。好啊！原来是你这个死丫头！饶命！我饶命！我只是看到礼服好看的，弄死你！我只是摸了一下，我不是悄悄就坏了呀。青州公公，请您为我做主。白衣，前世我念姐妹情谊，替你顶罪，你却勾结荣贵妃，置我于死地。这一世，我必悉数奉还。姐姐，我杀了你！放肆！明日册封大典不容出错。若是你们绣衣坊能连夜将衣服缝补好，这件事情咱家可以当做没有发生。你身为高阶绣娘，应该做得好。青州公公，请放心，奴婢定当竭尽所能。明日大典若是再出错，你这条小孩，咱家想保也保不住你。多谢公公救绣衣坊。至于他，明日大典之后，逐出后宫。是。救我！妈妈救我！滚！玉晨言，我就要被赶出宫去了。这下你满意了？你个贱人！自食其果，怪不得别人。想赶我走，
那么容易？前世趁礼服出岔子，我故意在启祥宫冲撞荣贵妃被刁难，在魏青州的帮助下，博得了皇上的同情。这一世，看来指望不上他了。风华池，皇上，前面就是咏春宫了。自婉嫔怀孕以后，朕很久没来咏春宫了。当年若是皇后顺利生下皇子，如今也3岁。皇上切莫悲哀，皇后娘娘在天有灵，定会保佑婉嫔娘娘诞下皇子。是谁在此唱曲？居然是玉堂春。紫莲，皇上，定是荣贵妃请的戏班子，是婉嫔娘娘在前面等急了。无妨。命运在我不管，那我便自己请。没想到还有其他女子可以将这紫色穿得有她7分神韵。大胆！你不知后宫禁穿紫色吗？大胆！你不知后宫禁穿紫色吗？皇上恕罪，奴婢无意冒犯龙颜，只因前日得知兄长因病离世，才唱此曲缅怀兄长。起来吧，手足之情最为难得。谢皇上。你为何会唱《玉堂春》？回皇上，奴婢是绣衣坊的绣女，这是我家乡的曲子。你来自江南？皇上怎知？江南女子体态婀娜如水，不难看出。这风大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死丫头，你当初是怎么被皇上瞧上的？这个呀，还得感谢咱们那位先皇后。就是那位封后2个月难产而死的那位。她呀，当年就是靠着咱们家乡的一曲《玉堂春》，就是穿着一身紫衣，便得了皇上恩宠。白英，你穿这身紫衣，也是来为皇上献舞的吗？只可惜你来晚了一步。白英，这辈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子，你就别想往上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玉承烟贤良淑德，赏玉兰1株，紫绸缎1匹，封为兰贵人。
自居翠玉宫。谢主隆恩。起身吧，兰贵人。这兰花乃是西域贡品，全京城仅此一株，贵人好好养护。皇上御赐，本宫必然惜之。玉晨烟，你居然敢！敢什么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敢和本宫这么说话？徐嬷嬷，老奴在。白英为何还没有出宫？你是年纪大了，还是老眼昏花？既如此，也没必要留在绣衣坊。兰贵人息怒啊！老奴明日便让这不长眼的奴才滚出宫去！兰贵人，兰贵人息怒啊！兰贵人息怒啊！兰贵人，兰贵人！我让你争，我让你争，你就应该和我一样的下场。奴才告退。青州公公，请留步。这是我娘送给我的，还值点钱，还请青州公公笑纳。兰贵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靠的是自己。青州无功不受禄，更何况这种成色，你打发下等太监，他们都不稀罕。青州公公若是瞧不上，还我便是。干嘛要折辱？哎呀，瞧我这张嘴，就是欠收拾。还我！娘娘，你给了奴才，奴才可就收下了。再次祝娘娘节节高升，荣华富贵。奴才告退。真是个狗奴才！娘娘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不要回头。奴婢见过青州公公。这么着急忙慌的要去哪儿啊？奴婢见过青州公公。这么着急忙慌的要去哪儿啊？徐嬷嬷让奴婢在宫门落药前出宫去。可咱家刚收到了绣衣坊的消息，说兰贵人的东西丢了。青州公公，这些都是我的行李。魏青州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娘娘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不要回头。这不是荣贵妃的猫吗？既是出宫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走这偏门？难不成心里有鬼？我没有，我没偷东西。让你活这么久，该知足。谁？谁？我一直知道魏青州不是善人，他和我一样。兰贵人还真是赶巧啊！皇城脚下善用私刑，青州公公可知罪？娘娘，奴才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小心引火上身。青州公公若是能帮本宫争宠，白英之死，本宫
断不会泄露半字。若是奴才不从命，那就两败俱伤，得不偿失。兰贵人，你应该不是江南女子吧？青州公公为何这么说？江南的水土养不出娘娘您这般玉兰花。本宫虽是四品贵人，也容不得你一个奴才放肆。是奴才语句了。本宫日后一定是贵妃、皇贵妃，你可明白？奴才明白。既然明白，那要不要跟我？连只猫你都看不住，我养你有何用？滚出去！是。姐姐，莫要生气了。福宝聪慧，说不定一会儿就自己寻回来了。你倒是会说话，怪不得皇上恩宠，早早便有了皇子。姐姐说的哪里话？哪有人比得上姐姐艳冠后宫？不过，我听说皇上前几日刚册封了一个宫女为贵人。什么？宫女？宫里新来的秀女是死光了吗？听说是在芳华池唱了一曲《玉堂春》。居然敢拿先皇后当垫脚石来勾引皇上，好大的胆子！兰贵人到。见过荣贵妃、婉嫔娘娘。刚刚还在和荣贵妃说，到底什么样的美人才能得到皇上的青睐？今日一见妹妹，果然倾国倾城。婉嫔可真是张巧嘴，刚才还在说本宫貌美。姐姐，您是牡丹，国色天香，这位兰贵人更像是空谷幽兰。前世我与这婉嫔并不熟悉，今日一见，这女人倒不似传闻中单纯娴熟。对了，听说皇上送了妹妹一株玉兰。兰花？玉兰可是皇上最喜欢的花，看来皇上对妹妹是宠爱的紧呀。当真？也不知妹妹可愿让我们去瞧一瞧，一饱眼福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爱妃们在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皇上吉祥。我们正想着一起去瞧一瞧兰贵人养的玉兰花呢。皇上，今日是端午佳节，阳气正旺，适宜休养。臣妾知皇上最近国事辛劳，特地准备了这个安神香囊。呈上来。是。好，好啊，爱妃有心了。皇上，您赐给臣妾的玉兰花，昨日开了新的花苞。你这玉兰花开的可真是时候呢。自从皇后去世后，这玉兰花便再也没有出过新芽了。皇上，这是吉兆啊！吉兆。既是吉兆，爱妃们陪着一同去看看吧。是。这怎么会这样？之前这兰花还好好的。这玉兰花可是皇上的心头爱，兰贵人，你就是这样养护的？兰贵人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这兰花本就是娇养之物，
兰贵人没有经验，请从轻出发。这哪里来的猫？福宝，福宝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皇上，许是这福宝顽皮，将这兰花给糟蹋了。青州公公，你这是何意？福宝最是听话，怎会无端跑到兰贵人的院子里啃食花朵？奴才多嘴。皇上，皇上！柔贵妃，若是这畜生伤了皇子怎么办？臣妾知错了。一个畜生都管不好，还想掌管后宫？即日起，禁足启祥宫3日。皇上，皇上！我赶紧把这畜生带下去。是。你是说玉兰花被白鹰动了手脚？那株兰花被白鹰动了手脚，已经救不活，但这锅总要有人背。这是猫最喜欢的香。臣妾知皇上最近国事辛劳，特地准备了这个安神香囊。呈上来。是。好啊，爱妃有心了。兰贵人，虽然不是你的过错，但是你看护不力，罚你抄经100遍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！兰贵人，不要怪皇上，皇上也是担心皇子恐有意外。是我看管兰花不力，理应受罚。本宫先回去了。自有孕以来，春困得很。妹妹有空记得常来永春宫坐坐，妹妹久之不得。前世后宫皇嗣尽死胎中，只有婉嫔诞下皇子，这女人可不简单。本宫做的山楂糕比荣贵妃做的到底哪里差了？为了讨皇上欢心，本宫在御膳房从早学到晚，皇上居然还笑话我。如今味道是对了。兰贵人可真是好手段呢，一个小小的香囊就能让荣贵妃失去圣心。娘娘，你是怎么知道荣贵妃今日要给皇上送香囊的？只是巧合吧。你是宫中最好的绣娘，过几日便是端午，你替本宫绣一个香囊。是。不过也要多谢青州公公的配合，不然我一个小女子哪能成事？青州公公也别站着了，这里又没有外人。这是我刚做的山楂糕，您可得尝尝。对了，娘娘，奴才记得娘娘不会做这山楂糕吧？玉主，不生气，奴才吃。玉主做的不是不好吃啊，
莫不是皇上喜欢吃咸口的？瞧瞧，这做山楂糕手都烫红了。滑落的世界，过去回忆怎么写？这山楂糕是北方的糕点，娘娘是江南女子，怎会做这山楂糕呢？本宫喜好甜食，是之前绣衣坊的嬷嬷教的。初夏将至，最是解腻。兰贵人，我家婉嫔娘娘有请。本宫这就去永春宫和婉嫔姐姐小聚。是。这山楂糕虽说解腻，可是性寒不宜多食，这些便赏给青州公公吧。多谢娘娘的赏赐。死丫头，你弄坏了荣贵妃的礼服，洒家就算有10个脑袋也保不住你。公公请留步，我知道是谁弄坏了礼服。目光如星，相思染心骨。那株兰花被白衣动了手脚，已经救不活，但这锅总要有人背，不是吗？这是猫最喜欢的香了。这一世，我娇养的小兰花终于长大了，真甜。佛经抄的手可酸了，多谢姐姐挂念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妹妹说的是这个香囊吧？这香囊味道好生独特，我出身香料世家，最是擅长调香。这香囊那日本来想送给皇上，这香囊绣工精美，姐姐怕是要抢荣贵妃的风头了。荣贵妃身份尊贵，自然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嫔妃能攀比的。这香囊随身携带，有提神醒脑之效，今日便赠与妹妹，全当是见面礼了。那就谢谢姐姐了。客气什么？前些日子我收到些洛神花茶，咱们去品品。好。初夏将至，果然还是本宫家乡的糕点最解腻。荆州公公，你坐下尝尝吧。哼，奴才怎敢跟娘娘同桌？本宫禁足，兰贵人应该很得意吧？兰贵人，现在应该跟婉嫔在一起吃茶聊天。本宫最恨这种投机取巧的小人。别以为婉嫔怀了龙种就能保住，等本宫出去，不划烂她那张狐妹子脸！娘娘，息怒啊！何必跟一个小小的贵人置气？本宫父兄一身功勋，这后宫中还真没把谁放在眼里。不过如今后位悬空，婉嫔又怀了龙种，指不定要踩到本宫头上。娘娘，若是这龙种没了呢？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无事。
小皇子啊，又在踢我了。姐姐没事就好。啊，对了，这洛神花茶最是清甜，妹妹快尝尝。婉嫔娘娘，这是启祥宫送来的糕点。荣贵妃做的山楂糕可是一绝，平日里啊，就连皇上都难得吃到几次。今日我们便是有口福了，配着洛神花茶正好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会？没事吧？你给我喝了什么？这洛神花配上我送你的香囊，两者混合，便是至浓至烈的春药。兰贵人啊，你可有福了。我家娘娘说了，随便玩。是，娘娘对不住了。好干！别喊了，你个小小贵人，伺候老子是你的荣幸。救命！魏荆州，我后悔了。我知道。可是，你凶我。不过日后得宠必定是个祸害后宫的主，杖毙了吧。荆州公公，我怎么舍得输你呢？我只是不想你如前世那般卷入这后宫的肮脏之地。我要为你提前铲除所有障碍。是奴才语句了。本宫日后一定是贵妃，皇贵妃，你可明白？奴才明白。我无法拒绝，就算这是一场梦，暴露我的秘密，会再次死在你手上。我也不后悔。其实很久以前，我就是你的了。爱妃说的，这会说话的黄鹂鸟在哪儿呢？皇上就在前面。何人？何人？起来，快起来！燕儿，皇上，这就是你给朕的惊喜。皇上息怒，臣妾不知情啊。把他们拖出去，全部处死。是。皇上饶命啊！娘娘皇上饶命啊！娘娘！宫女是为死痛，就是这么管理永春宫的。皇上，臣妾，这是怎么了？参见皇上。平身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那应该在哪儿呢？玉主，你怎么了？荆州，我好伤。春药。皇上，今日臣妾约了兰贵人来永春宫喝茶，可是
他怎么会和青州公公在一起？回皇上，臣妾今日和婉嫔一起吃茶聊天，不知为何腹中绞痛，本想回宫，在途中遇到了青州公公，听闻这里出了事，便来这里看看。此话当真？皇上，他撒谎！皇上，朕没问你。你说。回皇上，今日奴才来这永春宫是给婉嫔娘娘送新缎子的，刚好遇到了兰贵人。没想到永春宫竟出了如此丑闻。你皇上，肚子好痛，皇上，婉嫔娘娘恐有滑胎之象，不知婉嫔娘娘近日可误食了些什么？臣妾今日与婉嫔吃茶，婉嫔吃了块山楂糕。山楂糕。回皇上，今日启祥宫差人送了一份山楂糕过来。山楂糕，山楂糕性寒，孕妇最忌时食用，怎么能吃呢？皇上，劳烦青州公公将食盒拿来，让臣验之。是。这是荣贵妃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妾不知做错了什么。回荆州。是。皇上息怒，初夏将至，臣妾做了一些山楂糕，想与后宫的小姐妹分享，不知何罪之有啊！还敢狡辩！你告诉他，这里面加了什么？回皇上的话，容妃娘娘送给婉嫔娘娘的山楂糕里添加了杏粉。山楂糕和杏粉两者相结合，两者乃是致寒之物，这才是导致婉嫔娘娘滑胎的真相。你个老匹夫，你胡说八道！这山楂糕里它怎么会有杏粉？你们怎么会有杏粉？原本以为荣贵妃是为了体恤我们后宫姐妹，没想到是你们害我的！闭嘴！证据确凿，你还敢攀咬兰贵人？皇上，没有，臣妾没有啊，皇上。北境族也不消停，想着残害朕的皇子。你们马家是仗着军功，连这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臣妾冤枉了皇上。荣贵妃残害朕的皇子，即今日起剥夺贵妃之位，将为答应。来人，在。贱人，我不会饶了你的！干下去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！皇上，皇上！还是玉主棋高一筹。您知道荣贵妃会送山楂糕，于是点醒奴才。你可真是个狗奴才！本宫本想借荣贵妃之手送出这山楂糕，让婉嫔小动胎气扳倒荣贵妃，没想到你却在里面加了料，让她孩子差点不保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见过青州公公。这么着急，要去哪？贵妃娘娘让奴婢将这盒山楂糕送到永春宫去。这真是山楂糕？是的，您看。还真是山楂糕。走吧。
是。荣贵妃原本只是想小惩婉嫔的，却不曾想引火上身。这洛神花加迷香，步步为营。婉嫔可真是豪爽，今日若不是你，本宫恐怕也会栽在他手上。写下一片风雨不停歇，你在什么空间间，我是降落的白雪你居然敢骗我！你明明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不是什么？你可真是个狗奴才！奴才已经是您的人了，要打要骂都一样。自己滚回。玉准儿，慢点！难怪你这个贱人！本宫倒是小看他了，好一个借刀杀人！荣贵妃这个蠢货，自作聪明，你却不知早被人当枪利用，如今被贬也是咎由自取。娘娘，你就算为了小皇子，你也要喝点药啊，娘娘。喝的再多，又有什么用？太医说了，您这胎本就不稳，此次滑胎可是好不容易才保住的。给本宫盯紧翠鱼宫，若是本宫的孩子留不住，我也要找人陪葬。知道？不知道？知道？不知道？魏清舟，我后悔了。我知道。可是，你凶我。其实很久以前，我就是你的了。这个狗奴才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啊！魏清舟，魏清舟，娘娘，你对着花儿撒什么气？你个狗奴才，你想吓死谁呢？娘娘慌什么？奴才又不会吃了。那日之事，本宫还记得。娘娘记得？奴才以为娘娘不愿意承认。魏清舟，你可知罪？奴才知罪。罪一，奴才触犯宫规；罪二，奴才冒犯娘娘。那娘娘要拿我如何？本宫只想问你一件事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在什么时候？见过青州宫。你是哪个宫的宫女？奴婢是绣衣坊的绣女，您叫我嫣儿便是。嫣儿，抬起头来。长得倒是一副好相貌，可在这清冷之地，你就算跳得再好，皇上也不会来的。奴婢不敢妄想皇上的青睐。奴婢的家乡是西北的一个部落，每逢七巧节，我们部落的女儿都会跳着谪仙舞给心爱的人看。那嫣儿可曾有心上人？还未来得及有。娘娘不记得。
娘娘不记得了。狗奴才，是本宫在问你问题，快说。玉主记性还真差呀。那日在绣衣坊，你可是被徐嬷嬷罚惨了。唉，您那可怜的小模样，奴才到现在还记得。原来重生的只有我自己。娘娘可还有别的问题？你靠这么近做什么？你说。娘娘闭眼睛做什么？娘娘，以后可切莫沾花惹草。你个狗奴才，竟敢戏弄本宫！别闹！你当真亲眼所见？奴婢亲眼所见，青州公公和兰贵人拉拉扯扯。难不成魏青州这个狗奴才是个假太监？这洛神花配上迷迭香，便是极烈的春药。若不和男人交合，便会毒发身亡。玉宸嫣那日明明中了药，今日却和没事人一般。这其中必有猫腻，这其中必有猫腻。娘娘，若青州公公未净身干净呢？那要是兰贵人与其苟合，岂不是要被灭九族？假的真不了，真的也假不了。是不是假太监，一眼便知。本宫看你怎么死！青州啊，皇上这些日子身子可爽利了些。回师傅，皇上还是老样子。皇上可有一段时间没翻牌子了，这净室房的册子都积灰了。如今荣贵妃失宠，婉嫔娘娘身怀龙子，最得宠的就是兰贵人。这位娘娘你可见过？见过，是个妙人。青州啊，如今跟在皇上身边伺候，切记谨言慎行。见过福公公，见过青州公公。哟，这不是咏春宫的晴儿吗？婉嫔娘娘有何吩咐啊？青州公公，昨日您送来的新段子好像送错了，我家娘娘想请您过去瞧瞧。奴才这就过去。青州，婉嫔娘娘身怀龙嗣，小心伺候。别忘了，午时和杂家一起去净室房整理册子。是。这后宫啊，要变天了。来人，把这个狗奴才拖下去，杖责30。是。娘娘，奴才不知您为何要惩罚奴才。青州公公难道不知，自先皇后去了，后宫便禁止穿紫色。你将这紫锦缎送入我咏春宫，你是想陷害本宫吗？娘娘息怒，奴才也不知为何这紫锦缎会出现在这咏春宫。青州公公莫不是怀疑本宫诬陷你？奴才不敢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拖下去！是。娘娘，您能饶命！娘娘，净室房的福总管求见。福总管，想必是娘娘得宠，
想来巴结娘娘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福总管是魏青州领进宫的师傅，前世我赐死魏青州后，没少给我下绊子。如今上门，怕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见过兰贵人。福总管有事说便是，徐嬷嬷是自己人，无妨。娘娘，请救救青州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清早青州被永春宫的秦二喊走，说是昨日送给婉平娘娘的缎子出了问题。奴才和青州约定了午时到净室房一起整理册子，但都过了未时，还是不见人呀。看来婉平还是怀疑了青州的身份。徐嬷嬷在。最近手可以啊？老痒了。走，随本宫去永春宫收拾那些不长眼的东西。是。已经打了20大板了，公公硬是一声都不吭。已经打了20大板了，公公硬是一声都不吭。没想到一个阉人却有如此男子气。奴才做错，奴才受罚。哎呀，怎么做事的？公公的裤子怎么还穿着的？这么热的天，若是这血肉和裤子沾到一起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还不快把裤子扒了！娘娘，奴才身子肮脏，怕脏了娘娘的眼。本宫啊，也是为了青州公公好。难不成青州公公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还不快把裤子扒了！是。住手！谁敢动？兰贵人，你来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来教训不长眼的奴才。徐嬷嬷在。晴儿是我们永春宫的人，还轮不到你们翠玉宫来教训。这贱婢擅自调换了绣衣坊献给翠玉宫的绸缎，栽赃陷害给青州公公，本宫还打不得。你胡说什么？这紫锦缎是皇上赐给本宫的。还不快把这个手脚不干净的贱婢拖下去！我看谁敢动他！皇上怎么会赐给你紫锦缎？这宫中谁人不知，除了先皇后，谁都不准穿紫。回婉平娘娘，皇上曾下旨，这紫锦缎的确只有兰贵人能用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还不把这贱婢给拖下去！是。娘娘，奴婢冤枉！娘娘救我！娘娘！兰贵人，你一个新册封的贵人，凭什么来我永春宫嚣张跋扈？凭什么？自然凭本宫得宠。贱人！婉平娘娘，不装了。你这般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可不像传闻中那般贤良淑德。婉平娘娘，气大伤身，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腹中的皇子考虑考虑。看来本宫猜的果然没错，这一个小小的阉人，竟然让兰贵人擅闯永春宫问责，想来
这青州公公对你必然是重要极了。你能获得了他一时，你能获得了他一世吗？别忘了你的身份。身份？那妹妹也要提醒姐姐一句，打狗也要看主人。青州公公可不是本宫的人，他是皇上的人。哼，我们走。娘娘息怒，皇上还等着青州回去复命呢，奴才先带他回去了。滚！难道我还是无法改变结局吗？你毁坏本宫的礼服，若不是魏青州去启祥宫求我，你觉得你这条命能到今天？他当时挨了30大板，腿都折了，才留下你这条贱命。前世魏青州因为我被荣贵妃责罚，如今荣贵妃失宠，这一世又是因为我被婉嫔丢难，所有的事情都变了，又回到了原点。原来最大的变数居然是我自己。不甘心，本宫不甘心。兰妃德行不端，用巫蛊厌胜之术祸乱皇回，诅咒皇子，赐鹤顶红。凭什么本宫宠冠后宫，居然落到被赐死的下场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又凭什么本宫重活一世，还护不住所爱之人？本宫可不许你瘸了，等本宫老了，谁来做本宫的拐杖？是，奴才会一直搀扶着玉主往前走。我必须快些晋升嫔位，不然难以保他。落子无悔，这一次本宫一定要赢。若是你还执迷不悟，明日断的可是你的脑袋。那位贵妃可是招惹不起的。师父，你叫徒儿放下，你自己可曾放下？皇后娘娘，福总管，你来了。落花落枝归酒。反正我绝对不会步师父的后尘，连自己心爱之人都保护不了。你，什么？兰贵人闯了咏春宫？宫里都传开了，听说是婉嫔的宫女调换了绣衣坊献给翠玉宫的紫锦缎。哼，紫锦缎。皇上可真是宠爱这个小贱，本宫都不曾有这样的待遇。婉嫔可气得不轻呢，这几天太医3天2头就往咏春宫跑，
怕是这小皇子命途多舛。本宫早就看不惯婉嫔那种惺惺作态的模样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两人掐起来，正合本宫意。哼，既然小皇子命数堪忧，那本宫就再添一把火。嘿嘿嘿，哈哈哈哈！先是宫女侍卫私通，如今又私掉玉嫔，这永春宫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你觉得兰贵人如何？兰贵人，兰贵人绘制兰心贤良淑德，自然是顶好的。是奴才多嘴了，望嫔主子。不如今晚让兰贵人侍寝吧。是，奴才这就通知进士房。恭喜兰贵人，日后还要多靠副总管照拂。哎，兰贵人言重了，兰贵人靠的是自己的本事，在这里提前恭贺兰贵人恩宠不断，节节高升。多谢副总管。兰贵人，奴才有些话还是要提醒你，咱家入宫半生，见过太多的妃子一朝风头无量，却最后又落得个惨死冷宫的下场。您是个聪明人，明哲保身，才能够长长久久，恩宠不断。本宫明白。那奴才告退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若是娘娘不愿意，奴才可以。本宫愿意。你走过的长街，淹没了几叠。这就是娘娘的心意吗？魏清舟，你怎么敢？娘娘，你这一生孤苦飘摇，无人相伴，但在我的一生中，愿为人靠猫命，好生死，冒天下而大不韪。我是为了谁？娘娘全然不知吗？但本宫一定要当宠妃。我是为了谁？娘娘全然不知吗？但本宫一定要当宠妃。所以，娘娘从未对我有过真心。在这后宫，唯一的真心，便是本宫的野心。奴才祝娘娘节节高升，荣华富贵。申时，待皇上来访会员，本宫准备了一支新的舞蹈。秦州，也许一开始拉你入局便是错了。这条路太阔，今生我一个人走便够了。当年的一瞥，你的笑意却无人怨，再次泪写下心事有感觉。花开花有谢，皇上到。写下一片风雨不停歇。
奴婢的家乡在西北的一个部落中，每到七巧节，部落的女儿便会跳着谪仙舞给心爱的人看。天儿溪里可有人吗？还来不及有，但现在有了。好，见过皇上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皇上谬赞了。今日朕能将佳人握在手中，人生无憾了。皇上，今日恰逢七巧节，这支谪仙舞是臣妾特意跳给皇上看的。深得朕心。皇上，皇上！何事？回公公，奴婢有要事向皇上禀告。你若是惹了圣驾，你有几个脑袋可以掉啊？何事在争吵？回皇上，婉嫔娘娘突然腹痛见红，奴婢这才斗胆请皇上过去瞧瞧。怎么回事？太医不是刚给开了安胎药吗？皇上，婉嫔姐姐差点小产，必然是伤到了身子。皇子要紧，臣妾不碍事的。你如此善解人意，倒是委屈你了。婉嫔身子怎么样？回皇上的话，婉嫔娘娘自上次伤了身子之后，气血亏空，老臣担心待到生产之时，母子有。知道，还不快想办法！皇上息怒，臣祖上有一偏方，但是说，需人肉做药引。人肉。皇上，若是需要人肉为引，那臣妾宁可痛死的好。以人肉为药，确实不妥，还没有别的办法。皇上，臣妾愿割肉为婉嫔入药。皇上，请皇上三思啊！若是以这人肉为药引，恐怕有损皇上贤名。皇子安危有关社稷，臣妾愿以身作药。妹妹，割肉取血，这刀落到你的肌肤之上，就算日后长出血肉，也会留疤。日后如何服侍皇上？皇上，臣妾自册封那日起，臣妾的身子便是你的。比起臣妾的安危，皇子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。青州公公，劳烦拿刀来。兰贵人愿意舍身入药，朕允了。回青州，取刀。是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不到最后，谁又做到？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不到最后，谁又做到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也包扎完毕，劳烦太医了。皇上，臣告退。下去吧。皇上，臣妾身上沾了血迹，恐惊扰皇上，臣妾
就先告退了。送兰贵人回宫。是。青州公公一直瞧着本宫做甚？本宫头上开了花不成？娘娘，你若想争宠，有千万种方法，为什么非要作践自己？值得吗？青州，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“富贵险中求”？你若不对自己狠，别人会对你更狠。娘娘，您其实不用这么辛苦。无论是婉嫔还是荣贵妃，你想要谁死，奴才就会替你杀了他。杀了他们？就凭你一个阉人？娘娘，您不信奴才？魏青州，你我主仆情谊，今日便断了。你我主仆情谊，今日便断了。本宫不留无用之人。娘娘，以后奴才不在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兰贵人惠至兰心，封为兰妃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娘娘，如你所愿。环肉驱邪，晋升飞舞，永不世己，这才是保全你我的最好方法。什么？那个贱人被封为兰妃了？娘娘那一剂药虽让婉嫔身子愈下，可兰贵人剜肉取血，救了婉嫔。剜肉取血，本宫以前倒是小瞧她了。是个狠心的主，连自己都能下得去手。他绝不能留。你给本宫滚出去！哼！姐姐，你被贬为答应，妹妹我是真的心疼你啊！少在这儿假惺惺，滚出去！都怪那个玉宸嫣。本宫可听说他刚刚剜肉入药，救了你呢。姐姐，人家如今都是兰妃了，一点血肉换了个妃位，如此狠辣，你我姐妹若再不联手，恐怕这后宫都快性欲了。她也配？妹妹我倒是有一个方法，能为我们挽回皇上的圣心，不知姐姐是否愿意啊？算了，既然姐姐不愿意，那我走便是。你站住！你说给本宫听听。这是兰妃跟我们作对，只会是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。荆州，你进宫几年了？回娘娘，奴才10岁来，如今也有10个年头了。那你应该知道本宫最讨厌阴奉阳违的小人。
这山楂糕，你可还熟悉？奴才识得，是娘娘最爱的糕点。这也是兰妃最爱的糕点。狗奴才，信不信我今天让你出不了这齐祥宫？娘娘，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居然敢勾结兰妃陷害本宫！奴才不知做错了何事，得罪了娘娘。娘娘，那日只有青州公公动了那食盒。奴才冤枉啊！兰妃娘娘那日去永春宫吃茶，并没有提前知道是您送的山楂糕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想护着他？哼，这个是兰妃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娘娘又猜错了，这是绣衣坊。白银被逐出宫的时候，我在她身上搜到的赃物，奴才贪财，便私自吞了。狗奴才，还敢狡辩！看来婉嫔猜的没有错，你与玉尘烟那个贱人暗通取款，郎情妾意。娘娘，你想杀奴才杀了便是，怎可污蔑兰妃娘娘的清誉？若不是你，就凭她一个贱婢宫女，能爬到今日的位置？兰妃娘娘的今日，都是她一人所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本宫不如她？哼，那本宫告诉你，我马家氏的儿女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听说当年是福总管带你进宫的，你俩亲如父子，你未净身的事儿，他应该也知道吧？如果我把这事儿禀告皇上，那皇上一定不会轻饶了他。哼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一切都是奴才一人所为，求娘娘高抬贵手，饶了福总管吧。你倒是有情有义，本宫给你一条活路。奴才不知，除了以死谢罪，奴才还能有何出路？红柳，便是将这巫蛊偶放到翠玉宫，3日内兰妃不死，死的便是你，要生要死，你自己选吧。要生要死，你自己选吧。奴才愿为娘娘效劳。滚吧！是。娘娘，您为何不直接告诉皇上，把这对奸夫淫妇即刻处死？你跟了本宫这么久，还是这么蠢啊！怪不得会被人算计。那个狗奴才，从头到尾都在跟那个贱人撇清关系吗？若现在跟皇上说，他只会罪责全担。本宫还没有复仇，而这贱人恩宠正盛。若是本宫没有抓到确切的证据，皇上也不会信我。那婉嫔把消息透露给娘娘，可没安好心啊。她把我当枪使，她也配？你去盯着魏青州，将这巫蛊偶放入翠玉宫。是。若是事成，无论是婉嫔还是兰妃，都得死。前世，在我被封为兰妃之后，荣贵妃马上便有了动作，用巫蛊之术栽赃于我。我如今已净身非位，不得不防。娘娘，近日身体可还好些？无碍，手臂的伤已经解绑。自您上次救了小皇子，这翠玉宫的赏赐这些日子便没断过。魏青州来过？是啊，刚刚来过，还送了金银宝钗，但放下后便又匆匆离开了。
娘娘，事儿妥了，奴婢亲眼看见青州公公将那巫蛊偶埋在了翠玉宫。走，去养心殿找皇上，为婉嫔主持公道。皇上驾到！见过皇上。给我搜。是。皇上，发生了何事？兰妃，你可知天子居所内廷重地，行巫蛊之术，杀头的吗？皇上，臣妾断不会有害您之心啊。兰妃，你着急解释作甚？事实如何，你一会儿便知。启禀皇上，找到了这个。皇上，兰妃品行不端，用巫蛊之术祸乱宫会，诅咒皇子，应当立即处死。兰妃，你可知这是什么？皇上明察，定是有人陷害臣妾，将这巫蛊偶放在翠玉宫。兰妃，就算你嫉恨于我，但皇子无辜啊！皇上，你定要为臣妾主持公道啊！怪不得自从婉嫔有孕以来，皇子频遭意外，原来是兰妃在诅咒孩子。够了！我看看写的是什么。皇上，本宫有一事相告。皇上，奴才罪该万死，是奴才奉了容大英的命令，把这巫蛊偶放到了翠玉宫，诅咒了兰妃娘娘。狗奴才，你居然敢污蔑本宫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魏青州是个假太监，勾结兰妃，陷害本宫。果真是兰妃所为，为何请你让我来翠玉宫调查？他自己为何又诅咒自己？难道他是傻子吗？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没想到容大印嫉恨臣妾，竟有如此恶毒巫术。婉嫔姐姐为保皇子平安，不惜剜肉取血，你竟也信了容大印的话。皇上，臣妾只是紧张皇子安危。若你真是紧张皇子的安危，就应该在永春宫好好待着，而不是来翠玉宫看热闹。臣妾知错了。容大印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。冤枉！冤枉！你3番5次的传魏青州进启祥宫，没有皇上，为这真的不知道吗？朕给过你机会，叫不敢蛇蝎心肠，残害皇子，勾陷嫔妃，即日起打入冷宫。皇上，拖下去！不要，皇上，魏青州，你身为宦官，染指后宫，勾结马家氏，你可知罪？奴才知罪。念你服侍朕多年，给你留个全尸。赐鹤顶红。谢主隆恩，娘娘保重。你这一生孤苦无依，无人相伴，但在我的一生里，愿为一人抗亡命，好生死，冒天下而大我。我是为了谁？娘娘全然不知吗？但本宫一定要当宠妃。魏青州，我错了。罪臣魏青州行厌污之术，诅咒兰妃，祸乱宫闱，罪该万死，
赐鹤顶红。等不尽思念，等不到花开，等不到玉主，慢点。红尘旧曲一出出，是恋慕是自苦，柔情深许一声声，是间遇，是今不心若浮屠一幕幕，是来路是归途。狗奴才，你的脚怎么？玉主，无妨，奴才自己不长眼摔的。本宫可不许你瘸了，等本宫老了，谁来做本宫的拐杖？是，奴才会一直搀着玉主往前走。海边月月照一生雪，玉主，若青州不散，一个人也要照亮自己。青州，娘娘，青州已经去了，节哀吧，娘娘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放了我！娘娘，您不要忘了您的身份啊，娘娘。身份？什么身份？我费尽心思争取，不就是为了保全一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？娘娘，青州这么做为的是谁？难道您不知道吗？他是用性命保全的真相啊！等不到花开，等不到是我错了，是我。红尘旧曲一出，这是青州让奴才给你的。柔情深许一声声。平儿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那个受人欺负的傻丫头。看到你在恋我，我未想帮你，因为这么干净的人，不该活在孤独。原来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我都重生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奴婢的家乡在西北的一个部落，每逢七巧节，我们部落的女儿都会跳着折仙舞给心爱的人看。那嫣儿可曾有心上人了？还未来得及有。但是这宫里的日子真的太长了。后来我开始担心你撑不到出宫的那日。生了这副好姘头，做宫女确实可惜了。青州公公，请您为我做主。平儿，跟了我，咱家不会亏待你。可我心中有怨，只怨自己前世不该让你踏入这后宫的肮脏地。出国一事，我不愿意帮你了，因为我开始怕你。我怕你最后还是陷入绝境，失无所依。青州有罪，罪一，奴才触碰宫规；罪二，奴才冒犯你。心愿两字，不自量力。一命换一命，青州，
答应你，害你吃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娘娘，皇上刚刚下旨，让你这段时间一直待在永春宫，直到诞下皇子为止。本宫用得着你提醒？证据都送到手上了，还能让那个玉宸嫣逃过一劫？要不是马家氏这个蠢货，本宫何须被牵连禁足？想利用本宫一石二鸟，简直是玩火自焚，活该被打入冷宫。那娘娘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急什么？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福宝，皇上过几天不生气了，就会来接我的，对不对？他最是疼我了，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姐姐恐怕等不到皇上来。贱人，杀了你！容答应，还是不要折腾的好。你个狗奴才！本宫从不是什么好人，也不大度，本宫就喜欢风水轮流转，往死里转。玉宸嫣，不得好死！本宫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还怕吗？玉宸嫣，你可不要得意太久。你不过是皇上用来代替先皇后的替身罢了。替身？容答应怕是眼红吧？你只知道皇上宠你，其实是安抚马家氏的权宜之计。不可能！你以为皇上把本宫当作先皇后是偶然吗？你胡说！皇上早就忌惮马家氏，你身为马家氏的女儿，他怎会真心待你？而你的好父亲得知你被打入冷宫后，已经准备将你妹妹送入宫中，并不打算救你。不可能！这个老匹夫！本宫还是宫女之时，也曾羡慕你这些家世显赫的贵族，荣华富贵，有权有势。如今一看，皆是虚情假意。临死之前，却无一人忠心相伴，真是可怜呢。玉宸嫣，你受宠又如何？临死之前，却无一人忠心相伴，还真是可怜啊！是你，贱人！看来姐姐是想起来了。玉宸嫣，就算再来一次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真心待你的人，他还是死了。逼死了魏青州2次，别以为本宫会放过你。哼，就算你杀了我又能怎么样？你还是与先皇后一个下场。徐嬷嬷，在，
送他上路。是。你要干嘛？小贱蹄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空奴才，你别过来！你要过来，你会遭到报应？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？使劲打，往死里打，打死胃口！只有弱者才会相信报应。娘娘，身体可还好些？无妨。最近梦魇，太医已经开了些安神汤。容答应的尸体，老奴已经处理妥当了，娘娘不必为此劳神。荣贵妃想起了前世纪念，特意说到了先皇后。难道先皇后死另有蹊跷？徐嬷嬷，你也是宫中的老人了，你可知先皇后的事？老奴倒是略知一二，不过谈论先皇后之死，那是宫中禁忌，老奴不敢妄言。本宫让你说，你便说。当年先皇后生产2日后便是花灯节，皇上为了迎接皇子诞生，提前在宫中点了3天3夜的长明灯，只可惜1夜之内，红灯落，白灯起，这小皇子终是没看到这长明灯。皇上既然如此重视，为何先皇后还会难产而死？许是红颜薄命，先皇后去时血流了2日，婉嫔当场哭晕过去。你是说婉嫔？你是说婉嫔？正是。婉嫔和先皇后要好，总会制作香料送去。这么多妃子中，只有她最讨先皇后喜欢。这香囊绘得好生独特，我出身香料世家，擅长调香。这香囊随身携带，有提神醒脑之效。今日便赠与妹妹，全当纪念你了。难道先皇后的死和婉嫔有关？唉，还是你这最为亲近。马家氏打入冷宫后，又送了个女儿过来，真是一刻也不让朕消停。马家氏出了3位皇后，如今后位空悬，自然着急。朕的后宫还轮不到马家氏做主。皇上，容答应去了。什么？前些日子还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人就没了？说是突发疫症，自尽了。罢了，厚葬了吧。是。皇上不必忧思过虑，这也是容姐姐的命数。臣妾给您新做了个香囊，这里面加了肉桂，有安神之效。看到这香囊，也想起当初容贵妃，她也送了朕一个。可惜，皇上，斯人已去，更当珍惜眼前人。爱妃所言甚是。见过兰妃娘娘，不知娘娘找奴才有何事？也并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想向福总管打听一下，皇上最近可有翻其他妃子的牌子？娘娘放心，皇上最近龙体欠佳，还未翻牌子。
本宫为救婉嫔母子，剜肉取血，以致身上留了疤，眼见新人进，旧人哭。本宫得留住皇上的恩宠才是。过些日子便是花灯节，本宫也得好好准备准备。福总管觉得呢？娘娘，若是寻常日子，奴才断不会说什么；若是妖宠，还是避开花灯节的好。红灯落，白灯起，福总管可是想到了先皇后吧？先皇后难产而死，福总管不感到好奇吗？那是因为先皇后是难产而死，宫中尽数皆知。兰妃娘娘还是别惹祸上身。若本宫说先皇后之死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呢？你曾奉她为主，她死因不明，你却置身事外，你又有何脸面在九泉之下去见她？皇上每次宠幸后妃，进士房都会有详细的记。福德海为什么会送起居柱过来？难道里面藏着皇后死因的秘密？当年先皇后生产2日后便是花灯节，皇上为了迎接皇子诞生，提前在宫中点了3天3夜的长明灯。临近花灯节生产，先皇后便是6月生产。怎么会？为什么皇上在皇后生产当日宠幸了皇后？怎么会这样？皇上对皇子如此重视，肯定不会乱了方寸。皇后生产当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许是红颜薄命，先皇后去时血流了2日，婉嫔当场哭晕过去。血流了2日。我的肚子。你这一生孤苦飘摇，无人相伴，但在我的一生里，愿为一人，抗皇命，好生死，谋天下而大不为。红尘旧曲一出处，我是为了什么？你能全然不知吗？青州，深许一生伤，世间婴儿，婴儿，皇上，皇上，原来是你。婴儿，做噩梦了吗？臣妾见过皇上。不必多礼。都月朕这几日冷落了你。臣妾无碍，只是今日乏得很。这香囊味道好生独特，我出身香料世家，擅长调香。这香囊随身携带，有提神醒脑之效。今日便赠与妹妹，全当纪念你了。皇上身上挂的香囊好生别致，想必是婉嫔姐姐做的吧？对，她和你一样，心灵手巧。以后你们姐妹一定要好好相处。那是自然。许嬷嬷，是。这是洛神花茶。皇上是怎么了？这是先皇后最爱喝的茶，她在的时候经常泡给朕喝。没想到你们的口味竟如此相似。
能与先皇后相似，是臣妾的福气。该到你偿命的时候了。我待你如同亲姐妹，你为何要害我的孩子？姐姐，我没有。假人，拿命来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快去请皇上过来，就说皇子想阿玛了。娘娘，皇上他今天来不了了。已经过了戌时，皇上如今得空，为何来不了？刚奴婢看到进士房的副总管带着赏赐去了翠玉宫，说皇上宠幸了兰妃。什么？明明是个残破之身，居然还能得到皇上的宠幸？这个兰妃真是狐狸精转世！看着你啊，就想到了紫莲曾也这般陪着朕。臣妾会一直陪着皇上的。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皇上突然咳血，臣以为是天气燥热，口腹有碍。太医可瞧清楚了，若皇上只是口味不佳，为何会突然吐血？请问皇上近日是否摄入辛辣之物？未曾。这就奇怪了。皇上，臣先开一些清火去热的方子。下去吧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何事？皇上刚刚实在是骇人，臣妾担心，是不是？是什么？有巫蛊作祟。那几日臣妾的症状与皇上一般无二。来人，传钦天监。参见皇上。今日朕身体不适，咳血不止。太医未看出端倪，你可有解？回皇上，宫中有凶胎转世，妖异横生啊！凶胎？凶胎？以微臣推算，正在东南。东南？除了臣妾的翠玉宫，那便只有婉嫔的咏春宫了。难道婉嫔怀的是凶胎？皇上，若是皇子，必定克父；若是公主，必定早夭啊！克父！皇上，你来做什么？徐姐未见姐姐，今日路过咏春宫，特意给姐姐送份礼物。徐嬷嬷在。这是什么？姐姐不用紧张，这次不是山楂糕，而是皇上送给本宫的洛神花。先皇后最爱喝的就是洛神花茶，见到了本宫，便想到了先皇后。皇上可真是宠爱妹妹，先是紫锦缎，后又是洛神花。先皇后凤仪万千，可不是你这个粗鄙宫女相提并论的。本宫还记得，第一次来姐姐这里，姐姐泡的就是这洛神花茶。
那滋味，本宫永远不会忘记。可是妹妹向来知恩图报，礼尚往来。兰妃，你不必得意，就算你占得一日恩宠，那又如何？马上本宫就会产下皇子，那本宫的孩子就是嫡长子，你的孩子只会被踩在脚下。是吗？那妹妹就提前恭祝姐姐早生贵子。徐嬷嬷，我们走。是。哼。娘娘吉祥。起来吧。娘娘吉祥。起来吧。是。本宫刚从永春宫出来，婉嫔那儿确实让人不舒坦。这一进去啊，头便疼得厉害。啊，微臣也听闻，婉嫔娘娘为了保胎，吃尽苦楚。只能求皇上早下决定，不然临盆之际，轻则胎死腹中，重则一尸两命，连皇上也会受到牵连。为了皇上龙体安康，还要劳烦大人辛苦劝说一番。既然是孽种，断不能留。婉嫔子嗣一事，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？这是皇上的家事，老奴不敢多嘴。让你说就说。皇上息怒啊！虎毒还不食子。皇上若是因为青天监的一句判词，便去了小皇子的性命，恐难堵天下悠悠之口啊！皇上，此事便先搁置吧。是。去永春宫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自然是关心你的身体。皇上，您看，这是我新做的小鞋子，好看吗？皇上，皇上您怎么了？皇上，皇上，臣妾给您叫太医。不必了。皇上，娘娘，让奴才帮你。在风雨空交界，或是飘落的白雪烟，只是替你多黑人间一眼。你是天上月空交界，或坠落人间是离别，明白整个世界只是你了解。真是好看。娘娘，老奴按照娘娘的吩咐，劝了皇上留下婉嫔的孩子。皇上疑心重，好不容易得来的皇子，岂能轻易相信青天监的几句判词？但皇上最是优柔寡断，如今青州已经不在，皇上最信任的只有你。奴才不敢。但这一进一退，皇上的身体却久久不能好转。
也不知道婉嫔还能撑多久。娘娘，可重视皇子无辜，望您还是手下留情呐。福总管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皇子若是没了，可怪不得本宫，只能怪婉嫔没本事。哎，本宫啊，最近越发喜欢吃酸甜的糕点了。皇上，兰妃娘娘求见。快带进来。是。臣妾见过皇上。爱妃，你这几日不来，朕连写字的心情都没有了。臣妾这不是来了吗？皇上写的真好。怎么了？不知怎的，臣妾今日觉得有些恶心。恶心！福德海，快传太医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兰妃娘娘有喜了。当真？福德海，立刻传旨，兰妃功不可没，升为贵妃。是。臣妾多谢皇上。快坐。什么？兰妃有身孕了，还被封为了贵妃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碰我！本宫费尽心思才怀上龙种，还只是个嫔位，他一个无权无势的贱婢，凭什么能够封为贵妃？本宫得不到的，休想得到！梁贵人，你应该不是江南女子吧？青州公公为何这么说？江南的水土，养不出娘娘您这般的玉兰花。心事褪了红颜，眼前相思已凌乱。若是您病倒了，奴才可怎么办？就喝一口。花开时烟花易残，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，恨不知心底的在意。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，青州，唯愿留一我想你了。青州，我想你了。快了，一切都快了。爱妃在下。皇上，臣妾见过皇上。臣妾因怀上龙子，喜极而泣。我们还会更多孩子的。是。皇上真是心疼婉嫔姐姐，每日都贴身带着这香囊。婉嫔陪朕许久，朕终是下不定决心。皇上仁慈，
只是皇上的身子一直未见好转，臣妾实在是担心。那便等婉嫔产下皇子后，将皇子送出宫吧。为什么这种感觉这么熟悉？自恋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快传太医，快！皇上，您中的炽烈的春药，何人敢在宫中使用阿杂手段？不知皇上刚才服用了什么？皇上只是喝了洛神花茶，但是本宫喝了，怎么没事？洛神花茶。皇上，这香囊可否给臣看看？哦，迷迭香和洛神花两者相结合，会产生炽烈的春药效果。这香囊是何人给皇上的？朕终于知道是谁害了皇子、皇后。将婉嫔给朕带过来。是。见过皇上。朕这么信任你，皇上突然问责臣妾，臣妾惶恐。这香囊里加有迷迭香，配合洛神花茶，便是炽烈的春药。皇上便是长时间闻了你的香料，今日一杯洛神花茶，便起了药性。什么迷迭香？不可能！怎么会？今日若不是太医来得及时，本宫腹中胎儿还未足月，你想置皇上于何地？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这香囊里面明明是肉桂，怎么会是迷迭香？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你！一定是你！将这个香囊给皇上换上。是。你早早的便把香囊给朕了，原来等的是今天。臣妾没有。还想狡辩？当年皇后临盆，朕便是带着这个香囊去的。而后喝了一杯洛神花，皇后早产，血崩2日，母子沮丧。你还想让朕再失去一个孩子吗？毒妇，还不从实招来！是，当年皇后早产，的确是臣妾下药。臣妾嫉妒皇后，传宠后宫。兰贵妃怀孕，我是嫉妒，我嫉妒的恨不得她死。但是今日之事，不是臣妾所为。姐姐，你也是个母亲，你怎能忍心啊？玉晨烟，你不要再装了，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皇上的。一派胡言！皇上，臣妾所言句句属实啊！姐姐，你莫不是疯了？皇上，刚才奴才在请婉嫔娘娘的时候，看到她的贴身宫女竟在正鬼鬼祟祟的焚烧药材。去查。是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禀皇上，这药材药性猛烈，孕妇服之可勉强保胎儿，但是诞下的婴儿不是死胎就是畸形。
待下去。婉平娘娘，请吧。皇上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玉宸嫣为皇贵妃。宝宝乖，和娘给你做鞋子。宝宝乖。姐姐，本宫奉皇上的命令来送皇子上路。不要，谁都不能带走我的孩子，不可以。皇上也是为了你好，你的孩子已经胎死腹中，若是不把死胎拿掉，你的性命也会不保。胡说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娘娘，节哀吧。又来一个狗奴才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魏青州那个狗奴才的师傅，难怪就连你也帮着这个贱人。娘娘错了，奴才不是帮贵妃娘娘，而是为了帮皇后娘娘。没想到无根之人居然也生出情种。娘娘，请吧。玉宸嫣，你别以为你可以瞒天过海，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皇上的。自从我怀孕后，皇上就再没宠幸过其他人，有时候都会想，皇上是不是累了？直到有一日，陈大人，皇上的身体如何了？这起居柱都快积灰了。皇上不知摄入了什么，伤了根本。怕是……请副总管切记保密，这可是伤天子威严，是要掉脑袋的。皇后虚伪，宠贵妃愚蠢，而你最是恶毒。我的孩子，谁也别想带走。见过娘娘。陈太医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？回娘娘的话，皇上刚又咳血不止，臣赶去医治。姜砂、辛辣症过量，一旦服入过量，是你！那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副总管，本宫是不是很坏？娘娘，这后宫之中人，谁又是好人呢？娘娘，这后宫之中人，谁又是好人呢？皇上息怒啊！护犊还不食子。皇上，若是因为青天监的一句判词，便去了小皇子的性命，恐难渡天下悠悠之口啊！皇上，
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想守护之人，不过一报还一报。奴才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在宫外，说要等一位姑娘出宫。他说这位姑娘一生孤苦飘摇，无人相伴。他为他抗皇面，抛生死，冒天下之大不韪。那位姑娘叫什么？叫嫣儿。嫣儿。他呢，就是你把他推开，然后他也再上来一板，这怎么办呢？然后他然后把那棍子抽过来，然后后面啪。是有一点点恨，对，现在呢就是有点可能是太累了。把我拉走，打够了吗？